啊！很久没有看到我们这台老朋友了哈，还记得他吧？就是我们那时手痒去找了一颗干净的 engine 来拆，然后这颗 engine 呢 ，engine block 它就一直放在我家的客厅花盆下面，它完全就变成拿来垫花盆的一个工具耶。这高度真的刚好了，但是今天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寿命是什么？来 ，cup holder， 你看，哇，如此的完美 cup holder， 真的是可以放3杯咖啡没有问题哦。好，今天不是重点，封面照看了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谈什么。我们今天要谈很多人很在意的东西，车子的引擎，你要怎么保养？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引擎的寿命更长，效能更好？引擎它决定了很多东西，你的油耗啊，你的性能啊，你的整个驾驶体验都跟引擎息息相关。那保养引擎其实就只有一个方法而已，哦。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就是引擎润滑油 ，AKA 引擎机油，或者我们所谓的黑油。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啦，真的会有点硬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涵盖2个部分啊。第一，我们要讲引擎的原理，引擎润滑油所扮演的角色，你要怎么去选择，有什么分类。第二，我们就要讲产品，这个赞助商 Revenol 算是我们长期赞助商了，我们要详细介绍这个牌子 Revenol 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的定位如何，它的历史或者说它的产品优势到底有什么。还有第3点啊，很重要的，我们来看calendar。对，因为这个内容有点太硬啊，我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快乐的calendar给大家啦哦，就是至少对你的眼睛有地方放嘛。你看我就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看了，可是你看这个calendar，哇，就我们的节目突然就充满了娱乐性哈，有没有？我多么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就是娱乐效果的内容，是吗？对，那个画面 zoom 放这边，对。这个可以不用看这边，我们来做详细解说。很多人会很好奇哈，为什么需要引擎润滑油？为什么会需要黑油？我们常常讲车子哈，最常做的 service 就是换黑油。你可能几千公里或者1万公里，大家熟悉上的感觉啦。1万公里就回原厂换黑油，换 filter， 换黑油，换 filter。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简单，我们车子动辄上千转，不小心则5、6千、7千转，然后跑个高速行驶啊，上万公里啊，你引擎要用好几年的时间。那你要知道，引擎它是把汽油丢进去，然后在里面进行燃烧的，所以它具备几个很重要的工作原理，就是高温、高压，还有高速。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引擎的内部，还记得我们拆开的这颗引擎吗？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全部都是金属物件，所以表示什么？它在运作的时候就是一个充满金属碰撞的元件。那金属碰撞，你需要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润滑。你要在摩擦的过程中减少它的摩擦，润滑就非常重要。你没有润滑，它就产生磨损、消耗、损坏。那我们再回来讲。引擎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谓俗称引擎，在市面上我们所有的市售车，你讲NA 车也好，自然进气的车也好，你讲 Turbo 车也好，你讲 Four Cylinder Inline 也好 ，Boxer 也好 ，V6 也好，都是我们所谓的 Four Stroke Engine。Four Stroke 什么意思？它不是什么4个缸哦，你看这个没有4个缸，它就剩3个缸而已啊。Four Stroke Engine 是4冲程。4冲程表示什么？表示什么？来，我做个最简单的示范。Piston 在哪里运作？在 engine block 里面工作。看啊，1粒、2粒、3粒，它的工作是什么？它的工作第一件事 ，piston 下吸气。然后油气混合，第2件事上，把空气跟油气压缩，第3点火爆炸产生动力，
转动 crankshaft 产生动力推动车子。第4，再推上来，把废气点完、烧完的废气排出去，这边进气，这边排气，这就是所谓的 4-stroke engine 的工作。这个 piston 就在这边上下上下，我们叫它活塞运动啦哈。活塞运动有人熟悉，有人不熟悉，我们就不要详细解释了哈。所以你看一个东西，你看今天这个 piston 我这样子拿上拿下，它发生什么问题？它卡的，它不好上下，它转动不顺。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润滑。所以你引擎润滑油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东西 piston、cylinder head 上面所有的部件。然后还有 piston ring 这些，以及下面这些所有运转的地方，全部都要进行润滑。所以引擎润滑油就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怎么样在漫长的岁月中保养你的引擎处在最好的状态？车子引擎我们讲这不是用1天、2天、3天我们动辄3年、5年呢。不小心像我家的 Vios 一样13年、15年、17年了，所以这么漫长的岁月，你每天在开车，你要让引擎处在最好的状态，引擎油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你是想说，原厂的黑油就一定好嘛？但是如果你有去参与一些汽车社群的讨论，他们就会讲到一件事就会去讨论原厂用的机油好还是不好？为什么会有这个顾虑呢？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汽车制造商，我们所谓的很多牌子啦，所选择的引擎润滑油，首先的要求是什么？首先是要求它足够使用，懂吗？就是我在预算范围内可以给到你引擎足够润滑，给你足够走7000、10000公里再回来换。就是成本跟利润所以你回去 service， 你不一定拿到很好的油，他跟你叫你 top up， 然后拿好一点点的油。很多认真玩车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要选择好的引擎润滑油，找副厂的。什么是副厂？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副厂，就是你 top up 预算，然后你可以拿到油耗表现好、性能出色，同时给引擎清洁、保养效果出色的引擎润滑油。今天我们讲的就是 Revenol。好 ，Chapter 2， 我们要来谈什么是，不好意思，什么是 Revenol？Revenol， 大家可以自己去官网search一下，真的很有名，真的很有名。它是一间非常有名的德国润滑油大厂，对。然后创立于1946年，所以至今有77年的历史。它的创立岁月算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了。而且很重要的几件事就是，它一直都是自己研发、自己 R&D、自己生产、自己装配，然后出口到马来西亚来。有听到什么重点吗？就是今天你在马来西亚看到所有 Revenol 的润滑油都是 CBU 进口的。你如果熟悉一些厂商他们会从外国进口可能几百 liter 这样子进来，进几个人进来，大桶都好，然后来马来西亚分装进罐子里面，包装好再卖给你。这时你会有什么顾虑？你就会不是担心，马来西亚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油不纯，掺了东西。我不讲谁啦，我不讲谁。今天 Revenol 不管你买的是1 liter、4 liter、5 liter， 都是这样子来的 ，OK？ 它没有分装，这样子从德国出口，这样子来到马来西亚，你会讲说，Sim， 我听你吹啦，这罐子拿到了，你要这样装都这样装啦。来，我做个简单的示范给你，这2罐是我们开过，我们去做了一些测试哈。你看到这个白色的管子吗？这个白色的管子有什么特别？我跟你讲，它的特别就是这个引擎油，它是我们是转盖子开的嘛，
然后你发现到，哎呀，油啊，你发现到吗？它的盖子转不开哦，专利设计盖子是转不开的，是工厂出来之后扣上去的，所以这个转不开，除非你用暴力破坏它，你就看得出了嘛。OK， 第一个盖子转不开来，所以你没有办法重新填。第二个，你讲这个管子拉上来啊，导油嘛，管子推不回去，所以你就知道说这罐油开过了 ，OK， 它就没有得重新装，这点很重要嘞。所以 Revenol 用2个方法来确保你不会用到假的引擎润滑油 ，OK， 盖子，第二，这个白色的 tube， 所以它这样子拉上来，然后才可以转开这个盖子来导引擎润滑油，而且它这里还有设计啦，就是它这个管白色的管，它还有做分口，对啊。做疏通口，所以它导油的时候比较不会有 bubble， 那个 flow 比较顺啊，对你的引擎比较好一点。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就是它的瓶身呐，也做了一些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啊。你看这些，你拿的时候比较拿这些位置，都是它很在细节的地方去设计它的产品，然后让你觉得哎，这个油有那种 premium 感。所以它确保几件事：第一，德国大厂 ，OK。德国是什么地方？德国是全球数1数2的重工业大国，汽车工业出名，所以这些引擎润滑油的技术也非常好。77年。那第二就是你不容易拿到假货，本地的代理商我们去看过他的 warehouse， 真的就是没有，不是说只有大桶，大桶有，但是主要都是以4 liter、5 liter 很多那些 workshop 在拿的为主。懂吗？啊，这些就是它的一个产品特征啊。你看，我们这边有些没有开过的，就这样子；开过的，就一个白色的头跑出来哈。当然，我们说 Revenol 是大厂嘛，它只出引擎润滑油吗？怎么可能？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今天暂时先讲引擎润滑油，因为我们讲的是最关键的要素嘛，所以我们先讲这个东西。所以它除了引擎润滑油，它还有出像coolant啊、牙油啊，只要你想到跟车有关的那些液体啊、保养啊、性能啊，他们都有在出啊。详细有想要知道可以问我们，然后也可以 PM 我们，你甚至去它的官网看，你知道它有涵盖什么范围了。那要怎么去证明 Revenol 的产品是有公信力的呢？有口碑的呢？有效能的呢？很几件事，我们老板前阵子才去了，老板不是我啦，老板是 Revenol 马来西亚代理商的老板，前阵子才去了德国去看一些改装车啊，看一些他们厂的一些 R&D 一些 lab 的，去看他们的这些 process 啦。那他有去改装车厂，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 AC Sneezer。AC Sneezer 是什么？如果有玩 BM 的朋友应该就懂，因为老板是 BM 的车主，所以他就很懂。AC Sneezer 是德国很有名的宝马改装大厂，专门把一些宝马的 M 车型改个300匹、400匹。那现在 Revenol 呢是 AC Sneezer 改装车的指定用润滑油哦，所以表示什么？高性能车型 Revenol。第二个新闻 ，AMG GT3 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吧 ？Mercedes AMG。性能车的 GT3 赛事就是 AMG GT 在跑的啦。AMG GT3 的赛事呢，指定授权使用 Revenol 的引擎润滑油，有新闻搞出来，所以表示说什么，在这些高性能的赛事上 ，Revenol 是受车厂备受肯定的。而且还有什么？如果你看像是这种有赛车格纹的这些，它甚至有些引擎润滑油不同的系列，有 Volkswagen、有 Porsche、有 BMW、有 AMG 的授权使用哦，就表示说，如果你驾着这些高性能车，你驾Volkswagen，你驾 Porsche 还是什么都好。原厂认证可以使用这些润滑油哦，就是你不用指定说，哎，我拿这些润滑油去导进我的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之类的啊？不要担心，原厂授权使用，只是到了马来西亚可以不可以？建议大家先问一下，但是全球是可以证明使用的。那再讲一个题外话，就是他们的产品就是买了保险，高达100万ringgit，就如果你用它的引擎油
出了问题，调查确实指出是他们的引擎油导致你的引擎出问题的话，100万的责任险是有涵盖在范围内的哈。但是如果是因为你自己玩改装改到那个车已经不是原样了，然后导致你的引擎损坏，然后你来怪啊，这个不可以哈。OK， 好，然后再讲一下他们的技术水平的东西有什么。如果你有跟黑油的新闻的话，2016年全球有一家黑油厂推出 0W16的引擎润滑油，是谁你知道吗？就是 Renault 率先推出的。那现在的技术好像已经去到 0W8了耶，所以是表示说，就那个润滑油的润滑程度是非常夸张的。还有现在的技术他们到哪里你知道吗？我们讲这润滑油都是石化原料嘛，但是 Renault 新推出的润滑油有用植物配方哦，所以我们应该叫做 organic 润滑油嘛，就是植物油不是花生啊，应该不是花生，是什么油我还没有去，我们应该是厂商的机密啦，但肯定不是花生油，不是导表油啦。OK， 听到这边，如果你真的好奇让你讲这样多，要怎样去找，怎样去买这款 Renault 润滑油？几个方法，第一，我们讲这的是Renault Malaysia 的官网，你可以，他们有就是网购的这个页面，可以直接去买。不然就是他们指定的 workshop， 当然也可以购买。最后就是你欢迎联络我们 Telegram。买润滑油，我们不说你买的是 Renault 还是其他牌子的润滑油，你要怎么去辨识？因为，如果熟悉这个行情的朋友都知道马来西亚买润滑油会经历一些困难的抉择。为什么？你会发现到好的润滑油，真正好的润滑油价钱不一定便宜，但是你会在 Shopee、Lazada 看到很多很便宜的润滑油啊。这个时候我劝大家小心一点比较好啊。然后Renault 原厂讲，他们没有在 Shopee、Lazada， 因为丢价钱对他们的这个代理商不太公平啦哈。那我们说你在找润滑的时候要如何分辨真伪 ？OK， 几个很重要的标准。首先第一点，它必须要有 API 认证。API 是什么？美国石油研究院 ，OK， 这个 API 认证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 ILSAC 就是国际润滑油标准化认证委员会，好长啊。第三个 ACEA。Europe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 Association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第四个就是所谓的 SAE 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认证。所以这四个标准是目前市面市售引擎润滑油主要在做认证的单位啦。这些认证就是所谓的越多越好，你取得的授权越多，表示你的引擎油品质跟这个稳定性都相对更受到国际上承认。当然，我们前提要讲一件事本地有一两个牌子的引擎润滑油，它上面有写某些认证，但实际上你去到该认证的官网上，会发现到它并没有取得授权，所以它的认证是自己做上去的不是这个，当然不是这个。所以大家在选购引擎油的时候，这些认证标准要去做功课。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啦，就是太便宜的引擎润滑油，真的要自己小心造假。所以你刚才看到我拿的示范这些就是避免造假的重要机制。OK， 重要机制。再来，我们就要说引擎润滑油的种类。引擎润滑油的种类，我们从最便宜的开始说起，就是最入门的，就是所谓的 mineral oil， 就是所谓的矿物油啦。它的添加剂成分不多，然后油的基底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性能表现，也没有办法给你到一个很好的表现，它就是经济实惠啦。你问我什么时候要用到 mineral oil， 我会告诉你说，能免则免啦。因为现在的情况下是什么？即使哎呀，倒了，即使你用 semi 半合成油，其实都不会说非常贵了。所以我建议说，丢多一点点 budget， 你上 semi 的引擎润滑油。semi 半合成油究竟是什么？很简单，就是 mineral oil
掺 fully synthetic 的润滑油。OK， 这是一个最通俗的说法，但是原厂还会在里面加一些配方啊、原料啊，让它的性能可以更好发挥。就它会有一个比例，就可能fully 30多、40、50%，然后另外其他的则是用 mineral oil 做油底，所以它就同时有经济，同时又可以有一点点些许fully可以做到的表现。你不想花这样多 budget， 这样你可能就考虑 Semi 的引擎润滑油。最后我们就要来说各黑油厂商、各引擎润滑油厂商最引以为傲的 Fully Synthetic 润滑油。Fully Synthetic 润滑油哈，很多我们本地就是俗称啊，Fully啦。你要用什么油啊？你要用 Semi 还是用 Fully 啊？Fully Synthetic 就是全合成润滑油，它的 Base Oil 本身已经跟 Mineral 跟 Semi 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它可以让油的性能、油脂发挥得更好，更完美发挥出车子的性能、油耗，甚至是长期的保养啊、里程行驶、续航等等。整体上来说，福利是完美展现出引擎润滑油厂的这个科技性能。讲到方便润滑油呢，我们来讲一个马来西亚蛮常见的错误了。好，进入下一章，没有下一章了，我们翻一翻就好。就是我们所谓的福利润滑油，全合成润滑油在马来西亚造假的事件，为什么？这是很严厉的指控怎么说人家的造假 ？OK， 我们先讲工业大国哈。日本跟德国的法规，你如果要叫不是这关 ，OK，sorry，、你如果要叫 fully synthetic 的润滑油，表示说什么？表示说你必须是 Group 4的 base oil。什么叫做 Group 4的 base oil？ 就是每一款润滑油的基底就是 base oil 嘛，你的油的原料从哪里来？我们有分 Group 1到 Group 5，Group 1、2、3、4、5嘛。你要 fully synthetic， 你必须是 at least Group 4， 懂吗？这个意思懂吗？就是德国跟日本的法规哦，你的 base oil 一定要是 Group 4， 你才可以叫做 fully synthetic。如果你是 Group 1、Group 2、Group 3， 就是什么 ？Group 1、Group 2、Group 3就是拿石油原油来做 cracking 了，然后进行加工提炼。那个润滑油就是 base oil 的，就是 Group 1、2、3。那至于 Group 4的 base oil 呢，就是所谓的 polyalpha olefin， 什么 G alpha 氢烯，它已经不是我们所谓的原油了。它可能有些还是原油，但是它经过更纯的蒸馏、提炼、精炼，让它的油性分子完全不同，甚至有些不用原油哦，它用什么？用天然气 natural gas， 所以这些让它的整个油脂表现更加稳定。这样我讲所谓的造假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在马来西亚并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100%Group 4你才可以叫福利，所以表示在马来西亚你掺70福利30 mineral oil， 你都可以称自己为 fully synthetic， 你知道吗？我不要说哪一款引擎润滑油，但是其实有蛮多厂商都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一般的消费者你其实不会懂嘛，是不是？你不会懂我的原料到底是什么，我根本不需要不需要去负这个责任，说我一定要用到纯Group 4的 base oil 给你，我才可以标福利。我随便一个70%我就写fully synthetic， 反正你走1万公里回来换也没有太大问题的嘛，是不是？你又不懂引擎轻、引擎重，使用了5年7年下来对你引擎有什么损伤，你不知道嘛？反正我标我爽我卖我赚钱，对不对？可是今天德国产品就不一样哦，你要标 fully synthetic， 你就必须是100% 的 base oil 哦。那fully synthetic 还有什么好处？就是它加的料肯定会比较多，不止比较多，而且还比较纯。所以对于你的润滑、长期保养、清洁、性能、效能来说，fully synthetic 肯定是会比 semi， 肯定是比 mineral 来的好的。那很多人不惜重金啊，可能一罐油4 liter、5 liter 200-300块。来用在自己的车子上，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你有性能，
你的油耗表现出色，然后甚至你长期使用对引擎的照顾都更加的出色。还有一个消费者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行驶里程，因为你的油脂好，油脂稳定，添加剂够好，所以表示什么？你不用经常换黑油。现在好的引擎润滑油我们不讲7000、1万了我们讲这15千到25千、15000公里，甚至是25000公里才换引擎润滑油这些就是真正高性能、高效能的引擎润滑油给你的好处。我们讲完了矿物油，讲完了半合成油，讲完了全合成油，然后我们要来看下面是什么？下面是你该选择什么样的润滑油。我先讲一件事你用 semi 还是你用fully，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喜好。有人说，什么？你常在跑，你就用fully比较好，因为你可以跑得比较久嘛。然后fully你才符合那个fully的价钱，可能比较贵一点。那如果你的车不常驾，你放着比较多，你用 semi 就好了，这样子你的这个保养成本比较不这么高。那你比较不觉得可惜因为油脂它有一个时间，你可能讲着半年、1年或2年就要换黑油嘛。如果你可以在1年内跑完你的 mileage 这样子你就用全合成油那如果你跑不完，你考虑半合成油。其实如果你用 Revlon， 如果你用好的润滑油，就真的没有问题。OK， 这是大家自己的选择。你要用半合成油，你要用全合成油，自己做决定。当然全合成油可能比较好，比较贵，肯定比较好嘛。OK， 再来我们就要玩数字游戏了。等我一下，我去拿东西。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简单暴力的实验装置。这边写着0W20、5W30、5W40、10W40跟10W60，然后转，你就看到发现什么事？它们的这个滑行速度完全不一样。0W20很快，10W60很慢，就表示0W20的油脂粘性比较低，比较稀所以你的物体流动非常的快速。至于10W60呢，你看最后荧幕那边是最右边的那颗珠子，看对，它非常的慢是吗？好，我们来开始解谜文字游戏了。0W20，它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 viscosity， 所谓的粘性。引擎润滑油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粘性，它要有粘性，同时也有润滑，才可以让引擎运作持久、耐久、效能、油耗，所有东西都是靠这个 viscosity。0W 什么意思 ？W 什么意思 ？W 就是所谓的 winter 的意思。你在多少低温的情况下，这款引擎油也不会结冰。其实有这样的意思如果你是用10W 或者5W 的话，你温度太低，它跑不太动。如果你用0W 的话，即使到0下，它都还可以运转这就是差别。可能以前我会讲，或者很多人都这么认为，0W 在马来西亚没有差别啦，就马来西亚没有冬天嘛，我们时时刻刻都是这么大热天看我这边晒太阳就知道了嘛。但是你看一个东西你就知道差别了。来，我们看这边2个表，一个是5W40，一个是10W40，两个都是高温的粘性40的一个5W，一个10W，理论上没有差嘛。但是你看这个是5W40，这个是10W40，都是40，但是因为5W 跟10W 的差别的关系，导致它们在低温下的流速也是有一点点差距的。所以表示说，如果你的车放了整个晚上，黑油沉淀了，然后你早上一 start 车就拉油走的话，那可能2秒、3秒、4秒。你的黑油还没有被流到它该在润滑的位置，你就已经车子在高速运转了。其实某程度上，对车子是会有引擎会有一点点的
伤害的啊，那个寿命可能就减一点点。但是你想哦，你驾车不是驾3天、驾5天哦，你是驾10年、15年的话，每天一点点就是sedikit lama jadi bukit啊，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表示说，很多人到后来会选择0W，就是觉得说我即使要在刚启动车子，引擎油也可以很快的流遍引擎各个部位进行润滑，对于长期来说是有帮助的啊，这是一个说法了。所以很多厂商都很积极在开发0W 的润滑油。讲了前面这组数字，第二我们就来讲后面这组数字，20、60、40、30，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哦，一样，也是 viscosity， 就是粘性。前面是低温，后面是高温。简单来说，现在有5W40跟10W40。你看现在是低温嘛，现在是室温啊，还是低温嘛？它的流速有差。但是如果假设我做个假设，你把这2个40都加到高温100多度的情况下，它们的流速可能就相同了。可能哦，我这样子举例 ，OK， 就表示说后面这组数字就是高温的粘性啊，不同温度有不同的粘性。其实后面这组数字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般的使用来说更为重要。为什么？因为引擎在 start 了之后，它会慢慢把温度续上来，一直续，一直累积，然后它会在一个持续的几百度下工作，所以后面高温引擎油的粘性是非常重要的。引擎润滑油的作业到底是什么 ？OK， 来，我们拿 piston 来做个举例。piston 上面的位置负责燃烧，下面要负责润滑。引擎润滑油第一件事就是润滑，第二件事就是温度控制，就是你要润滑的目的就是减少摩擦，过多的摩擦就会产生高温。所以引擎油第一个润滑，第二就是温度控制，它不一定是冷却，它要做到温度控制，它不要让你的摩擦过度，让温度过高，什么东西爆 ，piston 爆 ，engine block crack 或者 cylinder head 有地方爆，那些 valve 会爆，所以它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情。第一个润滑，第二温度控制，第三阻隔。阻隔是什么？来，我们看 piston 上面的什么，就是所谓的 piston ring。piston ring 的作用是什么？很简单。它在上下挤压的过程中 ，OK， 上面是什么？是汽油跟空气混合在上面燃烧，下面是润滑油。我们常常讲赤黑油是怎么回事？就是下面的润滑油跑到上面去 ，OK。所以 piston ring 的工作就是让汽油好好待在上面，让润滑油好好待在下面。每颗引擎都有不同的建议用油，你这个引擎应该用什么润滑油，你原厂就会给你什么润滑油之类的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看引擎润滑油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它必须通过很细小的通道去遍布整个引擎。所以我做个举例，假设说今天一颗引擎，它告诉你这颗引擎需要用0W20的润滑油，表示那颗润滑油很薄。即使我们看这个 piston 里面，它有很细小的孔，这些细小的孔是哪里？是你的引擎润滑油喷在这个地方，然后你的 piston ring 把它挂下来，挂进去里面，从这边流下来。020的有些引擎，这些孔非常的细，如果你用太黏的润滑油，它跑不顺，它的润滑效果，它的温度控制效果就会受限，所以你就要照原厂的 recommend 去用一些不同的润滑油，然后可能你的车子用了5年、7年、10年老了，你就要换润滑油。可能你开始发现说，你的润滑油消耗比原本预计来的更多一点啊，你就可能去找这种所谓 high mileage 的润滑油。它不是说这罐引擎润滑油可以给你走很长的里程哦，不是，是专门给一些年数比较高、里程已经去到可能几十万公里的车子引擎使用的
这种润滑油，你就要去做选择。所以看原厂几个要素，你要看原厂 recommend，OK， 然后你要观察，我们讲油针拉上来嘛，看你的引擎黑油有没有刺嘛。原厂Revlon 官网本身针对每一款润滑油都做过实验，正常的使用下会可能消耗可能1%、2%这些会有的，但是高过这些所谓的实验数据之后，你就要去观察是不是有过度刺黑油的状况。我们熟悉很多日系车用的润滑油是什么？5W30，但是我跟你讲，我最近才知道，原来 Myvi 的建议用油是什么？是0W20的。哎，这个东西你知道什么状况吗？很多人不敢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油太滑太稀了，很多人怕它刺黑油。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以前我们的引擎技术，可能5年前、10年前的引擎技术，跟我们今天的引擎技术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现在的引擎技术，你的密封效果更好，你的这个整个做工品质、工业品质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它可以用到非常非常滑的润滑油。那0W20的润滑油有什么好处呢？简单来说，就因为它够滑，所以它让这些一般的日用车、家用车，第一起步轻快有力，你同时一踩油很轻嘛，你这个引擎运作很轻，没有很黏嘛，所以你的运作非常轻松。省油，第二件事，你有起步的性能，轻快。第二，你可以达到省油的效果。但相对来说，因为它的粘性不足，你就表示你后段的马力、你后段的动力，你就比较受限制，你做不到 performance。所以0W20的润滑油是非常适合一些家用车入门车型都会代步，非常适合的一款引擎润滑油。我下一次有机会可能真的会试试看。那至于你说0W20这么好，那是不是那种跑车性能车就用0W20的？错，来你看这个赛车格子的，就是专门给 performance car 的，拿来赛事用的是什么？10W60， 60也太黏了吧？为什么要这么黏啊？这真的是给 performance car 用的因为赛车讲这的是什么？赛车讲这的，你必须要处在一个长时间高温、高压、高速的情况下使用的，所以你必须粘性要很够，让它的润滑效果甚至保护效果来得好，你的车子才可以在高速运转中，你要跑几个小时跑上100个 lap， 粘性真的一定要有。所以当然不只是10W60，它有粘性效果这样好而已，它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USVO 啦，这个是Revlon 本身一个非常厉害的配方，就是 Ultra Strong Viscosity Oil， 就是粘性很强，在高速、高温、高压的行驶下都可以有稳定运作的表现，都可以有给你车子非常高性能、非常出色的表现，这就是它的差别。最后我们要讲到这个 chapter， 我一开始讲到 mileage，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semi synthetic 的润滑油，以前我们的观念semi synthetic 的润滑油走7000公里，fully synthetic 的润滑油走10000公里这个大家熟悉吗？这个说法。那现在大家要知道一件事现在的引擎油的技术跟以前引擎油的技术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以前可能讲着7000，讲着10000，但是现在的引擎润滑油讲着的是什么？你的 semi， 你去官网看，你真的去官网看，很多的引擎润滑油都可以走到15000走 semi， fully 走25000哦。我也不要讲说我们这种高档的润滑油你现在我们一些原厂的换黑油保养，好像我记得没有错的话，Volkswagen 15000 service BMW 好像可以去到25000 service 一次所以表示说什么？表示说引擎的技术进步了。第二点，引擎润滑油的技术进步了，它里面的成分，它的衰退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快，可能7000、10000公里，你的引擎润滑油表现就已经
开始下降，它的油脂成分，它所加的添加剂，可以让它很稳定的行驶到15000公里、25000公里都没有问题。当然，15000、25000公里是原厂的数据讲的，不是我随便讲的，是原厂的数据讲的。就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你真的觉得好像不能这么做，你也可以就是加减我们本地的气候啦。可能 Sammy 讲真的，我很想去试试看走10000公里，然后福利走15000公里，试试看它的表现究竟如何。我们最近有几辆车子都上了这个 Revenant 的润滑油，我们也真的去试试看，走到一个比较长的里程，表现究竟会不会可以持续稳定，甚至说我们拿车子去高速行驶高转5、6千转，行驶半个小时、2个小时。看它的油脂表现会不会在持续高温的情况下衰退，表现究竟如何？那如果你真的是很好奇你的车子究竟可以用哪一款润滑油，欢迎问我们吗？其实问我们不好，其实你直接去 Revenant Malaysia 的 FB， 你可以 PM 他们会有专人回复告诉你，你可以试试看用哪一款隐形润滑油，他们售价多少都可以去问问看。好，如果你真的已经成功顺利把今天的影片听到这边，这样你真的很厉害，因为真的很长，我自己都讲到有点。我们其实这篇文稿准备了很久啊，因为就写来写去都不满意，然后最后整篇删掉，然后就只保留一些重点，把最近跟原厂讨论、跟我们学习到、跟朋友一些分享，甚至上网做功课的资讯，跟大家就是整理给大家知道，去了解一下，顺便calendar翻一翻，看一下这些比较有娱乐性的效果。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引擎很好的 perform 10年、15年、20年？为什么我们讲说，其实引擎不是一个容易坏的东西，引擎其实是可以修、可以保养的。很简单，就是你要用好的润滑油，然后你的保养心态要对。引擎其实你看这种 cast iron 的东西现在很多用 aluminium alloy 的啦，它其实是可以有很长的寿命的。那引擎油的选择真的是一个关键。Revenant 的网站，德国的官网，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它会有很详细的test result， 这些数据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多黑油厂都不敢提供，这个是真的，大家可以去实际参考看看的。那最后，我们最近也跟厂商积极配合一些很多配套啦，然后我们有想说去把这款黑油介绍给大家，就引擎润滑油介绍给大家，因为好东西我们也想要介绍，像是上次丁德我们也有介绍过嘛，然后润滑油我们也想要就是介绍给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想要直接去购买，Revenant 的官网是有提供购物平台，是直接可以在上面购买的，好像 online banking， 然后他们包运费送到你家去。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去他们的指定 workshop， 那你就可以在那边换他们的黑油。那如果你就是想跟我们了解更多，甚至问看我们有没有促销，不懂可以不可以啊？可以试试看啦，我去问看老板，就是我们有网友听了觉得很有兴趣，想要试试看，欢迎。来我们的 Telegram PM 我或者留言问看看，我们会尽可能的找到一个方法，以比较优惠的价格，就粉丝推荐价啦，让大家可以去试试看1罐2罐黑油，看用了究竟表现如何。我个人对它的信心是蛮大的，因为几件事我们讲了，大厂真的是大厂，不是开玩笑的 Revenant 几个国际的 GT3 赛事合作，然后改装车厂的专用。这些都是它的品牌保证所以我们今天原本还有一个环节是 Q&A 的，因为我们在 group 里面有讨论说，有黑油的问题吗？想问我们可以问了。可是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已经长到一个 Q&A 放不下了，然后我们也找了几位朋友来做测试，我们之后会实际上路去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长期的使用。那到时候我们再把 Q&A 整理给大家。当然，你有问题。也可以欢迎在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整理成下一篇的 Q&A 一起发出来讲解一下给大家。所以就这样，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个段落。要不要 subscribe 我们channel？我们下期再见，拜。